潘玉飞，我今年24，然后我目前的职业是运动员。进国家队的时候，攀岩还属于非常小众的一个项目，并且在国家队这么长一段时间，也能感觉到，从我是最小的一个队员，然后到目前来说，我应该算是最大的队员，新生代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爬的人多的线路，特别包浆。我们这里有一个形容，就是我们的岩壁就跟一面镜子一样，就当太阳照到岩壁上的，它会反光的，就说明这个岩壁特别滑。我叫大卫，今年36岁，我在阳朔生活了7年。上面摩擦力怎么样？对，今天特别好。其实像我刚接触攀岩的时候，岩场没有那么多人攀岩的。一到冬天的话，大家肯定都会来阳朔，啊，因为温度低，而且线路也多。你用了所有难的动作。可能5年前、10年前，像我爷爷奶奶他们，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去干这项运动，然后发生一些改变吧。我觉得大家都更注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就是没有说很强迫自己去干什么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让他们自由自在一点。加油，美妮！中国的这个攀岩者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多，但是野外的攀岩场地的话，没有随着攀岩者的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就我们缺少一些比较好的攀岩场。比起开心，更多的是对自己这种心态上的能力上面的进步的一种欣慰吧。对，恭喜阿飞！对，
红点。我今天还在说那个阿飞完成那个饺子只是一个热身了。对，真是一个热身，我觉得应该可以完成更难的线路。对，对，可以去挑战那个5.15。就是有点悬，干打话。不仅是运动员吧，包括研友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当自己已经成功到达了一个新的难度之后，也是更想要进一步突破。因为我也想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在野外，然后尝试不同风格的线路，不管是难度也好，攀石也好，都想去多试一些。如果以后有时间有精力，我很想来开发一些更难的线路，然后给我自己爬。你这些？对啊，你6月底的？对，跟大家一样。你也是啊？哦，走吧，我叫何川，今年45岁了。我的工作是一名大学的老师，但我实际上有很多时间是在攀岩，在攀登。2023年的这个10月2日是那课堂上面。哦，在上那课堂之后，我们搞了一个社区峰会，把全国各个社区的代表人物吧都请了一起讨论。然后当时开会讨论完之后，觉得有3个问题，中国攀岩，你知道是哪3个问题吗？第一个，没有特别难的攀岩线路。第二个，攀岩线路不够多，还不够多。中国只有1万多条，欧洲就有80万条。第3个呢是攀岩的人群不够多。这跟给我的第一印象真的是这种震撼，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这种地质的景象。那随着后来我跟当地的一些地质专家的了解，这个整个深坑川洞啊，可以说是一个地质的奇观。从整个中国的南方的东边一直到西边，这个地形是逐渐抬升的。到了我们现在深坑这个地区，我就可以看到洞穴啊这样子的地形就慢慢露出来了。它以前是有河流通过的。这河流就消失了，水就消失了，所以这种洞穴就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继续往西边走呢，它又比这还要再高一些，那它露出来时间就更长，这种洞穴呢就塌掉了。所以正好在这个位置上看到很多这种天然洞穴，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正好是我理想中想象的那种特别适合攀岩的这种地方。I came here in order to find hard and beautiful routes, like big cave, huge overhang, and really physical routes. I was thinking it will not take so much time to put some tries, but at the end it took me forever to find the beta and to figure out how to use my knee bar. It's a really complex climbing. I think China will be definitely a future for hard climbing.
这个洞的这个攀岩的缺点就是岩石比较脏，清理干净，将来攀爬会觉得非常的舒畅。我叫老黄，今年已经退休了，又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岩场，又正在建设中。首先我能参与建设，我会感到特别的荣幸。这种清理工作当中呢，我是完全免费的。那么在这个清洗线路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有趣味的事情。从9月份，我一直在攀爬、清洗，到了现在12月份，我突然发现我的水平竟然慢慢在增长。这地方不只是适合攀岩，还会适合其他的人群。我们知道的，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游客来观光的，他们对攀岩这项运动也非常好奇，所以他们也经常会来跟攀岩的人来交流，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带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带回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帮助我们去宣传、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这里。我们现在线路有了。接下来可能还要做2个事情，一个是要把洞里面修个厕所，对吧？这方案出来了，对吧？解决一个大家上厕所的问题。这个川洞啊，它是一个保护区，是一个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所以它对于这个东西是有要求的。你建厕所建成什么样子，你不能太显眼，地质地貌要保留原貌，尽可能保留原貌。另外一个呢，想在那个山下那村子旁边啊，修一个社区中心，就是原有的这种练习、攀爬、拉伸，有时候一个聚会，对不对？还有时候就包括线路的分享啊什么的。东哥说慢点，我写一下啊。哎，别。大家觉得需要什么？大家都聊聊需要什么？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是知道这里开了线，然后呢想来这里爬几天，到了之后发现哇这么好，就直接在这租了个房子，租1个月多待一段时间。
这项运动起步的比较晚，也是在飞速的发展的同时，我觉得别的国家在实践中经历的东西，我们也会经历到，所以只是时间和速度的不同。我们真的也希望是说，除了这个5.15的线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线路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攀岩爱好者，让所有人来到这里都可以非常开心的去享受攀岩，然后去挑战自我。